彼时他大病心郁，在家当了半年米虫，闲着没事干就跑蓝忘机的办公室借看望知名行撩拨之事。有一回某传媒娱乐公司的老总来蓝忘机这儿洽谈合作，恰好魏无羡也在一旁捣乱。那个老总一眼就看中了魏无羡的面相，说是手中有一个系列广告微电影需要男主角。蓝忘机怕他受累，想开口拒绝，结果魏无羡饶有兴致地问怎么拍，问着问着就有了兴趣，说自己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也该找点事做。蓝忘机磨不过他，只好答应了。于是蓝总裁抛下了手上事务，拍摄全程跟着。剧组的人都有几分眼力见，知道这位新人不简单，也不敢怠慢。整支广告的拍摄和发行都非常顺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广告片的反响也是超出预期的好。魏无羡甚至因为这支10分钟的微电影收获了一小群粉丝，仿佛打开了新世界。魏无羡决定进娱乐圈玩玩。蓝忘机心知魏婴病后看淡了许多事，也已经无意再入商场。现在他难得找到了感兴趣的事，自然全心全意的支持。于是专攻教育行业的蓝氏集团开始往娱乐产业投资，当然主要只投在魏无羡一个人身上。蓝忘机给他单独成立了工作室，从经纪人到助理都亲自挑选，个个都是圈内翘楚，全被蓝氏挖了过来，只为魏无羡一个人服务。蓝忘机怕魏婴身体吃不消，悄悄给团队下了死规定，一年最多接2部电影，还必须是那种文戏居多的。魏无羡接触了许多文艺片，文艺片虽然冷，但是却容易得奖啊。于是他这个娱乐圈新人在出道不过2年的时间内，几乎揽获了国内所有主流电影奖，最佳新人奖更是拿到手软。在金苹果奖上，魏无羡甚至开玩笑说，这已经是我今年拿到的第5个新人奖了，恐怕是最老的新人了。有资本运作支持，蓝忘机在背后一步一步地替他铺好路，团队对接的也全是圈内顶尖的资源。魏无羡的星途简直不要太坦荡。事实证明，优秀的人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可以做到最优秀。魏无羡出道第3年，凭借在电影《问灵》中一领老祖一脚，斩获金苹果最佳男主角，成为最年轻的影帝。有这样权威的奖项认可，自然就有更多投资方注意到这个从长相到实力再到人气都不输流量鲜肉的文艺片男主，好剧本大制作都上门来找他，最后都被蓝忘机一个一个拒了。理由嘛，很简单，这个要吊威亚飞来飞去，魏婴吃不消，不行；这个拍部电影要飞5个国家，倒时差影响魏婴睡眠，不行；这个去西藏拍呀，条件太艰苦，推了。诸如此类，圈内人都在感慨有钱人都这么任性的，也开始猜测魏无羡与蓝忘机的关系。魏无羡觉得自己被过度保护了，干脆拿回了自己的主权，最后不顾蓝忘机反对，接了这部从剧本到导演都甚得他心的《青玉案》。他缠着蓝忘机极尽撒娇卖萌耍无赖之术，并且再三保证，虽然里面有几场打戏，但都是少少的，他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蓝忘机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有一件事魏无羡一直没敢和蓝忘机说，那天如果不是突然晕倒，下一场戏要拍的是主角被死对头一脚踹在肚子上，这种连贯的镜头做不了架。魏无羡打算亲自上，只要堵好绵绵的嘴不让蓝忘机知道，就没什么事。他现在想起，如果真的被那样踹了一脚，这个孩子就是有10条命也不够丢。不过老天冥冥之中让他避开了，是不是冥冥之中也在暗示，这个孩子是命不该绝？那条微博发出去以后，网上难免又是一阵腥风血雨。在黑粉的逻辑里，你说什么都是错，不回应代表默认，回应了就是戏多炒作。耍大牌的谣言被当事人及电影导演直接否认，团队也给力，澄清通稿不要钱的买。话题你好，粉丝卖力的刷到了热搜前10，泼脏水的营销号要么公开道歉，微博首页挂1个月，要么直接上法院，自己选。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结果安静没几天，海角社区突然有人匿名开了一个爆料贴，题目是闲来无事扒一扒某文艺片男主与霸道总裁的包养史。虽然名字打了码，但是里面的内容人设之描述就差直接点名魏无羡了。而里面的凹姓总裁也被评论区的人挖出来，8成是蓝氏的副总蓝忘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几个被警告的营销号不敢轻易下水，
只是把内容搬到了微博，没有发表意见。而这一次的帖子却成功引发吃瓜群众的高潮。像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爆料贴最容易挑起群众的好奇心，即使跟自己毛线关系都没有，也不妨碍他们拿出100倍的热情来八卦议论当事人。更何况这里面涉及的字眼包养、情史、男宠，甚至还有小三上位，这类极其敏感、触碰道德底线的词汇一旦被加诸到公众人物身上，绝对比现实中隔壁老王又偷人来的劲爆。而无论是真是假，这种传言带给当事双方的伤害，在谣言形成的那一刻就已经造成，并且无法挽回，以至于风平浪静没几天，魏无羡的名字再次被挂在了热搜榜上，题目是魏无羡被包养，甚至扯上了蓝忘机。魏无羡的粉丝属于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乖巧型萝莉，平时没事就窝在圈里舔屏产粮。虽然魏无羡一年拿出的作品不会多过2部，但是量少质高啊。粉圈里也不缺有才的剪刀手写手，水仙拉郎玩得飞起，自给自足，乐在其中，十分耐得住寂寞。想来能被文艺片圈粉的粉丝大多都比较温柔大方，加之自家爱豆奖项加持资源，逆天后台够硬，没人敢黑，所以一般都是养老状态。圈里有一个叫宇宙最直的大粉，平时都是一副高冷范，从不轻易互动，微博内容却全是关于魏无羡从小到大的一些无伤大雅的糗事，比如夏天光着屁股去摘莲藕，结果一不小心翻船掉河里呀；比如被狗追着一边嚎一边跑了10里地呀，等等等等，不计其数，给魏无羡好不容易塑造出来的男神形象硬是加上了几分接地气的乡土气息。所谓爱到深处自然黑，知道些内幕的粉丝就经常聚在这位宇直大大的微博下互相调侃，并且认定这位宇直巨巨是爱豆的亲友团，一下找到了组织。宇直巨巨微博粉丝几天内涨到了20万。所谓和平共处时，笑脸相迎，你我相安无事。如果没眼力见感，无事生非欲加之罪，那么就别怪小萝莉变老祖座下走失团撕个你死我活。这位宇直巨巨绝对是粉丝中最有发言权的风向标，比如这一次，他就冲锋陷阵，带领一群粉丝大杀四方。宇宙最直金苹果奖，有人质疑你们的权威与公正，处理一下，我是真路人，早就料到了。魏无羡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透明，凭什么拿那些奖？肯定是他背后的金主给他的买的。这年头就流行买奖，呵呵。宇宙最直，能说出这种话，我怀疑你的屁股和嘴长反了，你是假粉丝，所以他那些资源都是卖屁股得来的。宇宙最直，你家 GG 的4方脸成功拉低了整部电影的颜值，告诉严俊下次再和魏无羡同框，麻烦戴个口罩，照顾一下观众的眼睛，谢谢。严家小妹妹，魏无羡长那么丑，有资格让我家严哥哥给他做配吗？说他没后台我才不信。宇宙最直，魏无羡也不需要你这种没有基本判断力的粉丝，好走不送，敢回头别怪我一脚踹过去。路如如，包养就算了，当小三就太过分了，粉转黑。